3天饿9顿的挨饿专家，这回终于迎来了梦幻开局，不仅逮到1条2斤半的大赤红，还钓到了2条肥美的食人鱼。渴了就吃点嘎嘣脆的大菠萝，晚上再泡一碗老坛酸菜牛肉面，小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。在亚马逊雨林的偏远地带，有一座神秘的湛蓝湖泊，令人费解的是，其方圆几公里都没有水源。如此奇异的现象，让头发短见识也短的德子一时间摸不着头脑。作为挨饿界的扛把子，探险界的大哥大，冒险德打算亲自去一探究竟。老规矩，头发这辈子是不可能戴上的，除此之外，不管能用的不能用的，通通打包带上。当然，紧急储备粮摄影师也不能忘。接着马不停蹄赶往机场，花9块9巨资转了3次航班，来到了距离湖泊最近的机场。而为了接下来的旅途能够顺利，当务之急得进城换点马内，毕竟在这个地方就没有钱办不到的事。好在之前亚马逊打野2年半时，学了点葡萄牙语，简单交谈一番后，司机也不知道听没听懂，就将德子拉上了车。经过一路的颠簸，德子总算来到了兑换马内的地方，顺便在此打听一下关于那个湖泊的消息。但很快德爷就发现这里还进行着黄金的交易。老板见德子一副有钱人的模样，随即强卖了他1块黄金，并声称这是进入丛林的门票，这才向德子推荐了一名叫坤哥的人，他是当地有名的金矿大亨，指不定能帮到德子。走之前，老板甚至还不忘了嘲讽一下德子蹩脚的葡萄牙语。随即几人包了辆4蹦子，历经2个半小时成功与坤哥碰头。一见面，2人就互相拍起了马屁，简单向其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后，坤哥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，但是可以护送德爷到附近的采矿机。见对方如此慷慨，大光头激动地发出给。接着一行人驱车前往神秘湖泊的所在地。途中德子得知，随着淘金潮的崛起，原本的雨林也变成了城市马路，雨林正以每年4%的速度遭到破坏，这也导致矿工与当地土著人产生了矛盾。为了避免跟土著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，一行人决定绕路前进。而德子想要进入的那片区域正好是土著人的领地，因此需要专门的人员和他们谈判。可想要知道结果，还得等到明天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先在坤哥的地盘安顿一晚。这名年纪轻轻的老大爷可是这里的淘金老手，别看他60岁的外表，其实已经工作了61年，月薪更是高达2.5个 W。如此高的待遇不禁让德子也有些蠢蠢欲动，毕竟光靠打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，当即决定发展一下副业。次日早早就被机器搅拌的声音吵醒，大光头主动提出当潜水员轮班一次，拿着圣经简单做了下祈祷，随即潜入水中。只见周围一片浑浊，能见度几乎为0，还没刚下去10分钟，德子就急叉叉的上岸。好家伙，下面实在是太恐怖，看来这工作一般人还真不行。眼看天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，德子躺在吊床上横竖睡不着。此时此刻要是被奶奶在就好了。转眼来到第2天一早，德爷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没有被获准进入。如果仍擅自前去，那么他刚长出来的头发指定要被薅光。大老远跑来，难不成白跑一趟？顿时失落感涌上心头。就当他准备猛然落泪时，一旁的小哥又告诉了德子一个好消息，距离他们不远处还有座类似的湖泊，这应该是他的姊妹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受任何人的管辖。没办法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空手回去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一大早就乘坐着核动力快艇朝目的地进发。2个半小时后抵达岸边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德子打算休整1天再出发。这里丰富的资源让他忍不住露两手，只见他噗呲一刀，就是一只肥美的大赤红。接着在当地人的引领下，提着线随便甩几下，又是2条食人鱼。跋涉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大餐了。放在炭火上炙烤15分钟，一道里焦外嫩的食人鱼就做好了。迫不及待尝上一口，我滴乖乖，不咸不淡不柴不腻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几10倍。吃饱喝足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次日打包好沉重的行李，和向导等人告别后，独自踏上了打野之路。时隔多年来到丛林，这种感觉就跟回家了一样。和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德爷带了指南针和缺德地图，只要朝着7度空间往死里走，就一定能找到姊妹湖。不过在丛林里行走，需要时刻观察地面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冒出来的是毒蛇还是辣条。由于这里的植被太过于茂密，所以德子只好拿着砍刀一边开路一边缓慢前进。跋涉了2个小时，才前进了不到1公里，挤了挤湿透了的衣服，简单补充了下水分，又朝着前方进发。没走一会儿，突然眼前被一道峭壁拦住了去路，背着几10斤的重物，要想翻过去简直痴人说梦。无奈之下，德必绕，只好老老实实绕路。就这样又跋涉了几个小时，德子早已精疲力尽，眼看天色不早，于是决定就地休整1晚再出发。晚餐就将就吃完老坛酸菜牛肉面，卡哇伊是牛肉的几10倍，吃饱喝足，今晚注定是个针线活。转眼到了第4天，太阳都晒屁股了才肯起，饿了就吃一包野生的鸡肉咖喱。意外的是，戴了几10年的帽子居然还掉进了火堆里，这可把德子心疼坏了。没有了帽子的保护，自己的光头就很难长出来头发。情急之下，他脱下接近10天不洗的内裤缠在了头上，接着继续往前面进发。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野菠萝，赶忙将其敲开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跋涉了整整2天，仅仅只前进了4公里。就这样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会，发现随身携带的淡水已全部喝光。像这样的成熟森林，地下水的水位通常会比较浅。二话不说，噗呲噗呲的挖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还真给德爷挖到了一滩芋泥波波小奶茶。
一小口下肚。Oh my god， 小胃真是盖了帽了，淤泥的含量是牛肉的很多倍。该说不说，在树荫下行走明显轻松了许多。刚出发没多久，周围变得湿润了起来。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条流动的小溪，在这种环境下根本不用愁眉。淡水赶忙将之前装的水倒了个精光，又往前跋涉了几里地。就在这时，树上蜘蛛猴的叫声吸引了德爷的注意。只见其像看猴子一样打量着德子，他们对领地很敏感，一直晃动着树枝试图驱赶卤蛋，但德爷显然不想惯着他们，当即决定在此安营扎寨，先在水中洗个凉水澡，当然头发也同样不能落下。到了晚上又干起了针线活。次日一大早就出了发，就这样走了3个小时，眼前突然开阔了起来。德子终于找到了那片神秘湖泊，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沃德法。只见这个湖泊直径有1公里左右，就这样滑到了湖中央。眼前的一幕顿时让德爷头发都吓得竖了起来。只见前方不远处有个大家伙在游来游去，这极有可能是当地人点的饿了么外卖。这个巨大的湖泊或许就是古代陨石撞击地球的证据。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它，随即潜入水中采集了一些样品。德爷也成功完成了本次挑战。